见姐妹俩下班，老是偷摸回去，给爱宝自己一人留在园区。不知道的姨以为是爱宝不听话呢，实际上是瑞宝和辉宝太积极了，把一向最尽职尽责的爱宝对比成了不听话的形象。今天姐妹俩早就在园区玩够了，等到下班点时，都成了双打的茄子面了。辉宝这里跟瑞宝玩耍时，从独木桥上掉了下去，之后随手拉过了旁边的南天宝来。这南天宝已经被姐妹俩折腾的只剩下一根杆了，不知道的以为是爷爷们插了根棍儿来造景呢。爷爷们这日子就是这样过着过着，就莫名的被挂网上了。姐妹俩在小亭子上翻来覆去，时不时还会看看通道门口，想着通道门什么时候开啊。而爱宝刚才在室外玩累了，正躺在小亭子上睡觉。无聊的姐妹俩这里一起捡了一根妈妈吃剩的竹子啃了起来。不过很快通道门开了，瑞宝这里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回家了。瑞宝给自己从小亭子上翻了下去。通道门口这时也传来了盛熙阿姨呼喊瑞宝辉宝的声音。原本落在后面的辉宝听到姨母叫自己的声音后，反超了姐姐，成了今天第一个回家的优秀员工。而瑞宝也紧跟其后。瑞宝辉宝回去后，盛熙阿姨怕姐妹俩再跑出来，立马给通道门关上了。姐妹俩回家后，爱宝这里也一下坐了起来。爱宝这时已经醒了，只需要稍微起来缓一缓就会回家了，所以姨母并不用头疼。而反之隔壁的乐宝才是该头疼的。乐宝这时没有睡觉，通道门也开着，但乐宝就是不想回去。乐宝铲完青团后，又惬意的吃起了竹子，很是嚣张。姐妹俩排队和爷爷贴贴，排在辉宝后面的瑞宝都等不及了，催促妹妹快一点，该轮到自己和爷爷玩了。这温馨的画面，此时多想坐在独木桥上的是自己啊。下午时，爷爷来给爱宝送竹子，宋爷爷全部忙完后，来到瑞宝的小滑梯前，爷爷将瑞宝轻轻搂进自己怀里。这温馨可爱的一幕，真的是要羡煞旁人。宋爷爷紧紧抱着瑞宝，这一刻仿佛一天的疲惫都被瑞宝治愈了。而瑞宝也很懂事，在爷爷怀里乖乖的也不吵闹。宋爷爷多想将时间停止在这一刻。宋爷爷凑近瑞宝，对瑞宝说着悄悄话，肯定是在偷偷夸瑞宝是熊猫界最可爱的熊猫幼崽吧，也是为了防止让辉宝听到。不过宋爷爷将瑞宝抱走时，刚好路过辉宝，辉宝表示这一天终究是来临了，爷爷终究是不爱了。辉宝就这样目送宋爷爷抱着瑞宝甜甜的离开。宋爷爷给瑞宝放下后，立马回来抱辉宝。辉宝表示迟来的爱自己不要，辉宝让爷爷走开。就算被爷爷强行抱起，辉宝也仍是一身抗拒，不想让爷爷碰自己。而在刚才哄辉宝时，瑞宝又偷偷跑了出来。宋爷爷第3次来到园区，爷爷给小亭子上的瑞宝拉到了怀里，宠溺地问瑞宝怎么这么调皮。就在爷孙俩沉浸在这宠溺的滤镜中时，辉宝又出来了。这一幕刚好被辉宝撞见，辉宝感觉自己的小心脏受到了2次伤害。而宋爷爷现在也管不了这么多了，这次收熊反反复复跑了好几趟。放下瑞宝后，宋爷爷立马折返回来抱辉宝，然后抓紧给其带回家关上门。而江爷爷收熊则与宋爷爷不同，江爷爷一边先温柔地安抚姐妹俩，然后再加上自己的甜言蜜语给姐妹俩哄睡。这顿操作让姨们都不禁以为江爷爷是不是会催眠，而且江爷爷还喜欢把姐妹俩都抱在一起，表示姐妹俩就是要整整齐齐团团圆圆的在一块儿才行。最近韩国网友都在讨论辉宝是不是乐宝独自生的，为证明这一原因，辉宝的韩国粉丝们还列举了许多证据出来。首先就是父女俩的长相，辉宝和爸爸一样，鼻前都是一个圈儿，而且眼睛的黑眼圈也都是不规则的椭圆，就连吃竹子时这慵懒且洒脱的模样，相似度都达到了99%，而且还都是一副永远睡不醒的样子。家传的迷离眼神，韩国粉丝们纷纷表示辉宝是迷你版乐宝，就连腿长都一样。姨们给其起外号叫做土豆腿，甚至有姨表示在辉宝的身上看不到爱宝一点影子，越长大越像乐宝。还有姨开玩笑表示，一只女熊怎么长了一张男熊脸，甚至爷俩的头顶都一样圆滑。而且乐宝和辉宝的性格还很像，都是古灵精怪阳光开朗的。乐宝此时想说，生了3个终于有一个像我的了。不过也有姨说辉宝的性格更像是福宝，因为福宝小时候和瑞宝一样调皮，而乐宝的小时候姨们都没见过。但其实爱宝小时候也很调皮，可能是遗传了爱宝的性格，因为爱宝小时候是和他的青梅竹马华阳在一起生活的，那时爱宝经常看华阳不顺眼，老是揍华阳，和现在辉宝经常揍瑞宝一样。不过爱宝的这段经历却是乐宝最不想看到的，如果给乐宝看到了，想必会自己躲在角落偷偷擦眼泪吧，或者要和华阳来一场决斗。再回到辉宝这里，
辉宝从小练习攀爬能力，想必也是为了早一点学会爸爸的单臂大回旋吧。为此，辉宝可谓是日夜练习。爷爷在时勤加练习，爷爷不在时更要努力。有一段时间，爷爷们每天都在摘熊的路上，爷爷摘熊的速度远没有辉宝攀爬的快。辉宝完全是遗传了一张酷似乐宝的脸，然后又继承了妈妈小时候那调皮的性格。上周宋爷爷说，辉宝没有瑞宝的毅力强，每次爬树爬到一半就坚持不住了，而且只知道玩自己的皮靴，没有姐姐成熟稳重。这些话可能被辉宝听进去了。辉宝心想，自己堂堂园区辉大王，受不了这气，所以就在昨天，辉宝为了证明自己，趁着阳光正好，威风不燥，妈妈在一旁吃竹子，姐姐在树顶睡觉，而自己则准备让游客们为自己尖叫。辉宝这次攀爬小树很是顺利，而且熟练的并不像是第一次攀爬。辉宝就这样爬爬停停，累了就休息休息，休息完就继续爬，10几秒钟的功夫就爬了上去。辉宝爬到树上后，自己去到了另一个树杈上，没有打扰姐姐睡觉，而是自己在树上静悄悄的玩。辉宝表示，之前只是自己懒得爬，并不是不能爬。辉宝之前完全是隐藏了自己的实力。辉宝和姐姐一人一个树杈，谁也不打扰谁。瑞宝感受到妹妹也上来了，还给辉宝挪了挪位置，让第一次上来的辉宝好好体验一下小树的舒服感。姐妹俩这相互礼让的样子，属实不多见。瑞宝为了给辉宝腾地方，给自己挪到了另一侧的树杈上。辉宝因为第一次来到小树上，对小树的各个分叉都很好奇，不断的给自己换着位置，想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地方。不过辉宝玩耍了一会儿，就从树上下来了。辉宝感觉还是小亭子上更适合自己。辉宝挤在妈妈身后，这样更有安全感。小时候也没看出辉宝是个妈宝呀，小时候还总觉得瑞宝比辉宝更粘人一点。而爱宝则从始至终一直都在吃竹子，想必应该是对于姐妹俩现在的攀爬能力都很认可的。等第二次排队回来时，母女3个都睡觉了，瑞宝依旧是在小树上，而辉宝则在自己的小亭子上，想必应该是刚才在妈妈吃饭的时候睡着的。而爱宝吃完竹子后，则去到了一旁的小滑梯上。爱宝趴在滑梯上睡觉的样子，像是人类趴在学校课桌上休息一样。不过不同的是，爱宝这里不会出现上课铃，而宝家的唯一男熊此时正在自己的小亭子上吃竹子。乐宝吃竹子的样子，总会给人一种爱谁谁的感觉。是什么样的小树，种植了3年没见它长高过1公分？那自然是爱宝园区的南天宝了。南天宝每天都在濒死的边缘挣扎，之前平安陪着福宝长大，虽然有时也自己会被连根拔起，但好在自己坚持到了福宝要回国的日子。不过现在又迎来了2只小福宝。南天宝颤颤巍巍地扶着自己的老腰说道：老臣年事已高，还请2位公主高抬贵手。姐妹俩不听，让南天竺再战3年。姐妹俩渐渐长大，爱宝这边也渐渐轻松了。此时爱宝正在室外园区，爱宝正坐在福宝的室外小亮台上晒着太阳，吃着竹子，生活很是安逸。而且瑞宝、辉宝和福宝不同，之前福宝时是自己无聊了只能找妈妈陪自己玩，而瑞宝和辉宝则可以相互作伴，基本上用不到妈妈陪伴，除了饿了想喝奶时，这才会来到妈妈身边黏着妈妈。一会儿宋爷爷来到园区给爱宝更换竹子，此时瑞宝正在小滑梯上趴着玩耍，看到爷爷来了后还上前去迎接爷爷。而辉宝这里则爬到了小树上睡觉。姐妹俩今天这是又互换了性格，辉宝一改往日的调皮，爬到了树上变得沉稳起来，瑞宝一改往日的淑女形象，变得调皮起来。宋爷爷放下竹子后又返回园区，为爱宝捡拾产在小亭子上的青团。徒手捡青团的工作宋爷爷已经习以为常了，所以不会感觉恶心。而辉宝在小树上睡觉的样子也很是安逸。上周宋爷爷还在讲辉宝不会爬树，而这周的小树便成为了辉宝的常驻小床。而瑞宝化身调皮的辉宝后，喜欢在园区折腾探险的性格也随之复制了过来。瑞宝爬到了另一棵小树顶上，给自己挂在树顶，翘着尾巴，这小模样像是在用尾巴和游客们打招呼。一会儿宋爷爷给青团放下后再次返回，这次宋爷爷给姐妹俩带来了2竹筐，想必应该是给姐妹俩的玩具。宋爷爷将小竹筐里放了竹子，然后送给了姐妹俩。辉宝看了一眼，然后一脸不相信的抬起头看向爷爷，心想今天的盆盆奶难道换成竹子了吗？这也太离谱了。辉宝观察完自己的，又走到姐姐的竹筐前，给竹筐打翻，检查姐姐的这个有没有和自己的不一样。结果辉宝一看都一样，一巴掌给其拍到了地下。之后辉宝拖着竹筐给竹筐藏了起来。宋爷爷好奇的跟了上去，想看看辉宝要干嘛。姐妹俩对于这份礼物
没有对里面的竹子好奇，反而感觉装竹子的这个小竹筐还蛮不错的。